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孟子义主演36集古装权谋大剧《百花杀》已过审，进入平台排播。古装权谋剧《百花杀》近日传来重磅进展，已顺利通过审核，并进入平台排播阶段。这一消息无疑为期待已久的观众打了一剂强心针。作为一部在开拍之初便自带话题度的作品，《百花杀》凭借热门 IP 改编与高配置演员阵容，早早跻身待爆剧行列。如今进入播出倒计时，更是让人对其最终呈现充满期待。该剧由孟子义领衔主演，改编自景皇的高人气小说《我花开后百花杀》。原著以情节紧凑、人物复杂著称，在读者群体中拥有不俗口碑。剧版在保留原作核心设定的基础上，对故事结构进行了影视化重构，将重生复仇的爽感与朝堂权谋的深度相结合，力图打造一部兼具情绪张力与思想厚度的古装群像剧。故事的开端极具冲击力。女主顾青之出身将门，本应拥有光明前途，却在一夜之间遭遇家族覆灭，满门被屠。命运的骤然崩塌，让她从云端跌入深渊，而重生则成为她逆转人生的唯一契机。重活一世，她化名西北郡主沈西河，带着前世的记忆与刻骨仇恨重返京城，在暗流涌动的权力中心重新布局人生棋局。重生赋予她先知般的优势，也让她的每一步都更加冷静与精准。而复仇则成为推动剧情前进的情绪引擎，使观众能够在他的每一次反击中获得强烈的代入感与释放感。但百花杀并未止步于个人恩怨的宣泄，而是将复仇线嵌入更宏大的朝堂格局之中。顾青之的每一次选择，不仅影响自身命运，也在无形中改变着权力版图的走向。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，使整部剧更具格局感。在复杂的权谋博弈中，男主萧华庸和羽氏的出现，为故事注入了另一层张力。他身为东宫储君，外表病弱温和，实则心思深沉，手段高明，是典型的引风型角色。两人的相遇并非浪漫邂逅，而是源于一场政治联姻。在最初的关系中，试探与利用才是主旋律。然而，随着局势不断变化，他们在一次次危机与抉择中逐渐看清彼此的底色。同样背负重担，同样身处权力漩涡，也同样渴望改变既定命运。于是，从对立到合作，从利用到信任，他们的关系完成了层层递进。这种建立在利益与理想之上的情感，更显克制而深刻，也更符合权谋题材的整体气质。除了主线 CP 百花杀的群像阵容同样不容小觑，徐正熙饰演的萧长卿是剧中极具分量的权谋对手，其人物设定外温内狠，既有皇室贵气，又暗藏野心与算计，极有可能成为推动剧情反转的重要角色。这样的对手戏一旦处理得当，往往能大幅提升整部剧的戏剧张力。范帅琪饰演的步淑琳，则代表了女性角色中的另一种力量形态。她身为巾帼将领，性格干脆利落，立场坚定清醒，与女主形成互补关系。两位女性角色并非彼此对立，而是以不同方式参与权力博弈，共同撑起剧中的女性群像。这一点在当下古装剧中尤为难得。此外，高伟光、何润东、张峻宁、郑希怡等多位演员的加盟，使朝堂势力更加多元。不同阵营之间的角力与博弈，将为剧情提供持续的冲突来源，也让故事具备更强的延展空间。当然，一部权谋剧能否真正成为爆款，仍需接受市场的检验。首先，剧本逻辑必须严密，权力斗争需要建立在清晰的因果关系之上。否则再多反转也难以成立。其次，节奏把控至关重要，既要保证前期迅速入局，
也要避免后期拖沓或崩塌。最后，人物成长弧线是否完整，将直接影响观众的情感投入。总体来看，百花杀在题材选择与演员配置上都具备明显优势。双引号，重生加复仇加权谋加双强的多重元素叠加，使其天然具备吸引观众的能力。而孟子义此次饰演的顾青之沈西河，也有望成为其演艺生涯中的重要代表角色。在古装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，百花杀是否能够突破同质化困局，实现口碑与热度的双赢，仍有待观察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场围绕权力、欲望与命运展开的博弈，已经悄然拉开帷幕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静待开播，共同见证这场风起长安的权谋盛宴。